新竹县就被世界东海地，名爱做东海，是是红沙漠海，加那有山有田有水准，咪系东东人为去建行去偏马嘅素材。这间采体嘅名版建设工作室，都用石木做主题，带民众行土投篮、欣赏、调色，制作专属东海嘅石票卡，同东海嘅石木同故事記錄落來。來看記者林秋玲、龔聰明嘅報道。鸟也可以看到颜色，鱼也可以看到颜色，可是所有的生物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。那么谁看到的颜色才是真的？所以康德阿伯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好奇。嘛嘅係色，你看到嘅色，老愛看到嘅色，咁會係強弱嘅嚇。个鲜红色的苹果，在白天看是鲜红色，如果在晚上的时候，光没有那么充分的时候，看它是什么颜色？黑色，或是暗红色，或是它们的红色没有那么亮。但苹果没有改变啊，它还是那颗苹果啊。公司新設計快倉，半年冬期台，兩日我去熟悉嘅工作坊，沒有乜嘅好搞嘅事情發生。新竹準備嘅東海地係指介入平壤、前山、水準嘅客家種，啲準備高鐵站非常嘅圈，係準備重繞嘅商用東岸嘅住宅點。不用跑到花東很遠的地方，但是就可以享有這一片田園，所以我們也會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現有這個環境。那我們就是用顏色記錄現在它所發生的事情，所存在的事情，因為可能過了10年、20年，它會有怎麼樣大的變化就不一定。朱偉興喺東海建設名版元素工作室至今10年研究，佢從頭行到天線路也係寫路嘅，會發現到當到美好嘅事物，佢想為到掠到都記錄下來。所以想到該初中自家東海嘅寫好咧，所以除咗嚟掠圖36世嘅東海環境色票。對，這個是工作室的前面有一棵很大的橄欖樹，它每年到了大概11、12月的時候就會掉了滿地橄欖。對，然後我就發現，其實不止我工作室前面有橄欖，後面的社區，也種了蠻多橄欖樹，就發現，這有一些共鳴，對。然後像是這個芒花，雖然在工作室這裡看不到芒花，但是你走到了後山上去，就是那個犁頭山，哦，你又會發現又是另外一片天地，也是差不多冬天的時候，那邊就是滿滿的芒花。36歲專門係東海嘅建設。東海嘅色，也係從入跳下馬，就會係為工作室打造嘅特色。按當研究起嚟，兩張嘅天打幫工作坊，就會係為土人大家窮下來創作，清出東海嘅色。那我們這邊生活久了之後，其實也有很多人來這邊體驗過，然後大家也很喜歡這裡。那我們也想要知道大家對這裡的看法啊，或是對這裡的認識，跟我們看到的可能角度都不太一樣。那我們就用參與式的方式，讓民眾呢可以來創造這個60色。除了成為受正經嘅體驗嘅設計外，也成為類受參加活動嘅運動員，帶領自家嘅生命經驗，所詮釋出來嘅色。那例如抽到曲線，我可能會想到白雲，白雲它可能就是灰色或是白色，或是抽到折線，我可能會想到山，它可能就是綠色。那透過一些任務的給予，然後讓這些民眾能夠走到自然地景裡面，然後依照指示去收集，例如快樂的顏色、疑惑的顏色、生氣的顏色，或是直線的顏色跟曲線的顏色。大家見對色嘅定義冇形容，可能以為世界色並唔係按氣體，顯呢也有色，清晰也有色。例如，看到什麼景色你會覺得生氣？那麼它就會是跟情緒相關連接起來的景色。那透過手機把它拍照下來之後，我們再從圖片裡截取出顏色。那麼這個顏色就是獨屬於它跟地方之間的互動，所以它就是獨一無二的它的顏色，也同時是由它詮釋地方後的顏色。
那因此它采集的不只是颜色，也是采集它跟地方之间的关系。到了，太好了，我以为挑豆难聊了。然后流到中间汇集之后的地方叫主东，再往下流会变成 OK 头前溪。好的，溪流如果是切割，那么桥它就是缝补，只要有桥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把左边跟右边缝补起来，我们就可以连接左边跟右边。两几个行土用水准做主体，不过唔限填清水准嘅色。经过水准归路嘅解风机就请包含在内。有的是溪水，有的是雨水，有的是污水，然后一直流，一直流，流到竹北市的正中间。竹北市正中间有一条溪，叫做什么溪？是的，豆子埔溪。五感嘛，去看、去听、去闻，甚至去感受，去水圳内面去打看嘛，去挂水，就是上实际。用上实际行动去体会这片土地，我感觉这是上好的状况。安尼囡仔嘛上欢喜，因为伊会实际知影讲咱生活的环境是做啥物款。互囡仔耍水嘛，互囡仔去田里啊，去挽什么林荫啊、花啊、草啊，其实都是讲对阮来讲就是土安尼，但是因为即马真正踏入土内底，真正行入水内底，而且佫有水文的迄种概念伫内底，嘿，你就讲这个土地真正有遮尔济足水的所在。银行今朝连手都改进步卡，一行只听进步，韩国奇葩相片。这个是我的任务卡是线条，然后线条是那种锯齿状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田它那个土壤处理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形状，所以我就把它罩起来。看到这边仔迄个壁有这个那像青色啊，佮蓝色啊，佮暗暗的这个色，啊，佮有水的迄个反光的迄个光伫头顶，感觉足神奇的，足奇妙的。这个是稻田，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台南人，所以就是看到那个以前家里阿公阿妈家里种稻，所以看到这个就很有感觉。我那时候跟小孩说，你看这稻穗头低低的耶，然后小孩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就我从来没想过，他说因为那个稻米他在低头看着帮他长大的大地妈妈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很感动，所以就拍了这样。再来攞相片剪出來，再個簽住嘅自家最有感覺嘅色來調色。你現在可以挖，就是你想要的顏色，然後去做混色。但如果你不要變成咖啡色系，你就不要挖到那個對比色的。那这个颜色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颜色？这比较绿一点，有山，还有树，还有稻田。顺着颜色那你要在这照片里面选一个颜色来调色，对不对？你选了什么颜色？山的颜色。因为我本来要调天空的颜色，然后不小心加了绿色，它就变这个颜色。我用了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蓝绿色和白色，调出橘色。好调吗？很难调，那个量很难抓。那哪一个颜色用的比较多？红色跟黄色。然后你有帮这个颜色取一个名字吗？有。取什么名字？生气。因为颜色就是在不同的地方，它其实都会重复出现，但是你给它一个命名，可以比较清楚知道，哦，这个颜色是我看到什么，或是感受到什么，大家比较能够感同身受，然后也可以有直接的联想。東東人都係挑住白用色來認識這個素材。你是用啥物写？我写个干嘛写？我个哪写？这样子写了。给我写。用这种安尼呢？
我开始出去的时候，开始一直找这个连接，啊，找我甲这片土地连接，啊，有物件，啊嘛有家己的想法爱着，啊，所以我今日找到的三角形就是咱的古厝，厝尾顶就是一个三角形，啊，伊的色水。就是即马当要调的，就是小可复古啊，小可怀旧迄种。就是自己觉得他应该会选扶桑花吧，因为就是一片蓝蓝的水圳中，就那个花最明显。但是殊不知小孩看的就是跟我们大人不一样，他就是选中蓝色。问他说：“那你想要帮这个蓝色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就说兰花。就是我是蓝色的蓝，然后花朵的花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对，他就说这个花就像龙舟的小船一样，但它的印象中还是水的那种蓝。我们可能会直观的觉得它就是漂亮，或是美，或是自然物等等的。但可是从小孩的观点，他就有提出不同的诠释。那所以100个人就会有100种对地方的诠释，同时就可以从这些诠释里面萃取出各式各样的颜色。那这些颜色，它也就是地方的色票。大家老师家挑好嘅东火颜色，特地染色版红，會發現到純靚東火嘅水準夯土，經過天橋，經過蘿蔔哥，少女嘅色彩其實非常豐富。因為如果只講說水圳走，大家可能會想到可能會偏藍色或者是一個色系，但是今天看到的成果其實色域還蠻廣的，就是從紅色開始到橘、黃、綠，就是可見大家每一個人的想象都不太一樣，大家的看到的東西、記錄出來的東西都有自己的意識在裡面。那東海是以農村跟農田為主要的聚落，那農村相對於城市地景，它就是都市，那麼都市里的綠色就相對少很多，但這裡就有滿滿的綠色，所以我認為東海的代表顏色應該會是以綠色為主。地上向各界嘅東海都是發嘅腳步見白年代，20年代土地建築嘅岩壤唔是天高，無論將來運用版大崩200嘅法筒，也希望提手就得保留下2張時期嘅東海顏色。東海、隘口、下山等地，它在20年來都有璞玉計劃的徵收的陰影漂浮在空中當中。那我們也當然希望能夠保存下這裡的綠色，或是各式各樣的顏色。那所以才會有像玩藝工作室或是風盒子協會等等，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去連接不同的人群跟不同的參與者，讓他們能夠跟這片土地相牽。那等到徵收計劃真正要啟動的時候，那這些人他將來都會是我們的夥伴以及潛在的行動者。但其實大家可能可以思考想一下，是不是只有一定要經濟發展或是都市發展才是它唯一的一個做法？對，如何可以城鄉共好，然後你在這裡找到它真正的價值？對，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。那我們是比較希望在這邊創造一些除了只有利益以外的事情，可能是心裡面啊，或者是大家生活面真正需要的。用心感受這隻素材嘅美好，用色來熱土這隻素材，呢啲都係對生活當中、環境當中轉接出來，專門係東海嘅色。東海隨時從色票嘅話，最尾會選出60個東海嘅色，呢啲色彩也將會係工作室直頭先嘅入門內容，睇嚟特別嘅元素，顯現出東海嘅故事。